黄泉阴谋，世家冷眼，仇敌环伺。且看秦元如何以废墟逆转天命，从坟冢之下崛起，踏血而行，斩尽坚定仇敌，重塑家族荣光。天若亡我必逆天。这是一个背弃少年以命搏天，以血雪耻的热血逆袭传奇。秦家族人跪地，王冕手持圣剑，秦元双眼通红，盯着前方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家犯下叛国罪，当满门抄斩。钦此。圣剑挥下，秦啸天瞬间倒地，四周变得昏暗寂静。爷爷。王冕得意看着秦元，王冕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王冕不屑一顾，欲下令继续屠杀。天空骤然阴沉，一头蛟龙从天而降。且慢，三王子何事？父王有令，秦家虽有罪，但念其旧功，留下一道血脉。秦元，好好做人，别辜负我父王的人心。下一刻，风前将强横力量注入秦元体内。秦元体内经脉尽毁，瞬间明白自己已成废人。从现在起，你连蝼蚁都不如。丞相可以动手。王冕举剑，剑光一闪，秦家300人全部倒地。秦元瘫倒在地，双目无神，心如死灰。三王子，秦家已灭，我们回宫复命。走吧。风前与王冕化作红光离去。一名红衣少女飘然而至，气质出尘。千雪，叛国贼，你不配叫我名字。我们的婚约作废。秦元望着玉盘，怒火攻心，晕厥倒地。天域神塔浮现，宝塔光芒闪烁。天域神塔以天为囚牢，镇压世间一切。秦元记忆涌现，数月前万魔深渊，他夺得了宝塔。宝塔白光洒下，他体内经脉迅速修补。我的经脉全好了。宝塔再度发光，大量信息涌入脑海。星辰无量诀，以力化星，以血为尘。秦元运转功法，体内噼啪作响，肉身蜕变，修为节节攀升。淬体境1重，淬体境2重，淬体境9重，我又能修炼了。这力量远超同境界。秦元继续修炼，发现难以突破，得去找天才地宝才行。空气中残留血腥味。风无道、王冕、风前，你们等着！他强撑身体，搬运秦家尸体，夜色下独自埋葬亲人。爷爷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雪恨。秦大少爷怎么成了丧家之犬？有事打伤我姐的事没那么容易算，想活命的话，就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大喊3声爷爷饶命，否则这些坟墓都得铲了。秦元体内怒火燃烧，只要你现在跪在坟前道歉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少爷，这小子还以为自己是天才呢，要不要我帮你拿下他？秦元，你不过是个废人，还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杀你这种垃圾根本不需要曾经的我。找死，拿下他！林飞虎大步上前，伸手抓向秦元。落石拳，拳掌相碰，秦元纹丝不动。你已恢复修为了，淬体境9重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废人吗？此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即便你恢复了，今天也必死无疑。动手！林宗3人围攻秦元，杀招起出，秦元调动小世界星辰之力，一拳轰出，3人攻势瞬间被摧毁，连来后退。你怎么能有这么强的力量？林宗杀意更盛，抽出一把暗红色长剑。灵宝，反击灵宝！看来他真想杀我。林宗长剑挥出，2个护卫也全力出击，秦元星辰之力全部调动，拳头如雷，劲气风暴席卷，地念君力，3人倒飞，口吐鲜血。秦元，别杀我！秦元抬脚一踩，林宗当场陨落。秦元收起3人乾坤袋，朝坟墓深深一拜，转身离开。秦元穿梭山岭间猎杀妖兽，很快5头虎妖被击杀。他取出5枚妖核，念头一动，投入天域神塔虚无空间。试试能熔炼多少荒力？天域神塔光芒闪烁，妖核化为磅礴荒力。秦元吸收后，修为大涨，只差一步就能迈入地荒境。他又将林宗3人乾坤袋内的丹药、妖核、灵宝一股脑投入天域神塔，荒力涌现。秦元全数吸收，直接达到破地荒境初期。有天域神塔在，修炼便再无瓶颈。是谁杀了宗儿？大人，茶道少主最后去了天风郡，属下怀疑与秦元有关。秦元不是废人吗？秦元曾经也是个天才，可能他有别的秘密手段。林宗只带了2人，遇险几率很高。林统，带人去天风郡，务必抓住秦元。王宫那边我自会禀报。是。林家杀机已动，秦元危机四伏。一夜之间，秦元杀死上百头2级妖兽，妖核不断投入天域神塔，修为突破地荒境中期。他正要休息，忽然听到前方佣兵团议论烈火狼头领地荒境圆满。团长，那头烈火狼太强了，要不要先撤？不能退，那群烈火狼镇守着1枚水云果，错过就没机会了。3级灵药水云果，有了它就能点亮第2个小世界，必须拿到手。他悄然靠近峡谷，极地佣兵团正与烈火狼群激战，场面混乱。烈火狼头领我来对付，其余的烈火狼交给你们动手。佣兵团成员冲入峡谷，与烈火狼群纠缠在了一起。秦元趁乱急冲，直奔水云果而去。什么人？秦元。秦元速度极快，烈火狼头领怒后喷出火柱，秦元反手施展武学，龙卷风暴与火柱碰撞，火柱威力减弱，被掌风摧毁。这能量！叛国贼，交出水云果，否则你死定了！到我手里的东西没道理再拿出去！烈火狼群和佣兵团同时锁定秦元，杀意四起，想活命必须杀光他们！秦元将水云果投入天域神塔，磅礴荒力涌入体内，第2个小世界被点亮。找死！
烈火狼头顶挥爪，爪锋肆虐，秦元双拳轰出，掌风与爪锋瞬间崩碎。这怎么可能？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秦元冲向彭红，拳头砸出，彭红飞双手抵挡，斧头碎裂，倒飞出去。极地佣兵团成员满脸骇然，烈火狼头顶也被秦元一拳击退。烈火狼群齐刷刷的攻击秦元，给我杀了他！秦元短时间内将众人和烈火狼全部击伤。秦元收取乾坤袋和妖核，全部投入天域神塔，荒力反馈，修为突破地荒境后期。这提升速度快得离谱。他继续赶往大风王朝边境，一路猎杀妖兽，获取妖核。林童带着众多护卫抵达，不要错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搜，众人翻遍秦家府邸，最后在后山发现林宗3人衣物和战斗痕迹。秦元这个叛国贼肯定是要逃出王朝，他多半会进入妖兽山脉，然后找机会通过边境离开。马上沿着妖兽山脉搜索，通知边境，严查每一个离去之人，绝不能让秦元逃走。是。秦元被几头妖兽包围，妖兽齐齐冲过，秦元拳脚并用，几头妖兽逐一倒地。果然很坚硬，不过还不够。他取出妖核交给天域神塔，荒力反馈，修为再度突破地荒境后期。封锁，全部封锁。不是林家和王宫的人，气息最强不过荒丹境。他冷静藏匿，观察情况，一支4人队伍路过。飞云宗和苍岩宗也太霸道了，竟然直接把这片区域封锁了，而且还要驱逐我们出去，实在过分。听说是他们2大宗门发现这片区域内存的一座洞府，洞府很有可能是元神境强者遗留下来的。封锁区域无外乎是他们想要独吞洞府内的一切。元神境强者遗留的洞府，我倒要去看看。秦元藏身树梢，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，心中盘算着如何提升实力和脱身之策。玄元域才是真正的强者聚集地，只有加入玄元学院，才能彻底摆脱大风王朝的追杀。忽然，封锁区域中心传来轰鸣，强大能量波动扩散开了。洞府现世了，沿途不少修炼者也在赶往洞府，洞府大门已被轰开。飞云宗和苍岩宗的人率先进入，不能被人认出来。他身形一动，悄然进入洞府，身后3名女子现身。这背影有点像秦元师姐，那叛国贼伤成那样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肯定是你看错了，应该是我多心了。3人也飞身进入洞府，更多修炼者陆续跟进。秦元在岔路口选择左侧通道，谨慎前行。通道尽头出现10条分叉，能量波动各异，只能赌一把。他果断选择最右边通道，越往里能量越强。很快，他来到一间石室，货架上堆满白色灵石。灵石这么多！几名飞云宗弟子见到秦元闯入，你是何人？这里已被我们飞云宗封锁，速速离去！杀你们的人！秦元身形一闪，3人联手抵挡，却被秦元强势击溃。你到底是谁？敢杀我们飞云宗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们飞云宗能奈我何。短短几息，3人全部毙命。秦元搜刮乾坤袋，将灵石和战利品投入天域神塔，磅礴荒力涌现，修为突破至地荒境圆满。第3个小世界被点亮，这提升速度简直逆天。他确认实是无遗漏，迅速离开，继续探索洞府深处。秦元踏入一片巨大的山洞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药香，地面上3级、4级灵药遍地，中央更有4株5级灵药，竟然有4株5级灵药，白骨明石、金羽玄草、天青地白、地狱灵芝，3级、4级还有更多。山洞内，飞云宗一方以柳无志为首，另一边是一名刀疤独行者。秦元的出现引起双方警觉，你们2个速速离去，小命可保。唐药这么多灵药，岂能让飞云宗独占？不如我们联手，事成后平分。好，先联手对付他们。找死！我对付柳无志，其余的交给你。没问题。秦元气势爆发，地荒境圆满的修为让众人议论。柳无志和飞云宗弟子纷纷嘲笑，才地荒境圆满也敢来捣乱。秦元无视嘲讽，身形如电，双拳轰出，2名天荒境初期弟子瞬间被击毙。柳无志等人脸上的嘲讽瞬间消失，场面陷入震惊。兄弟厉害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你们不配知道。秦元看向刀疤男，示意动手。出手。刀疤男立刻冲向柳无志，连一队全力应战，剩下8名飞云宗弟子同时朝秦元杀了。虎啸山林拳，虎啸山林拳。秦元拳头紧握，荒力与星辰之力融合成10只海浪，大浪淘沙，虎头血影瞬间被海浪吞没，几名飞云宗弟子被击飞，全部身亡。不自量力。柳无志见状心头大急，却被刀疤男缠住，无法脱身。秦元加入战圈。飞云宗不会放过。秦元一脚踩下，终结柳无志性命。唐药，柳无志的乾坤袋归你，这里的灵药我只取1/3，如何？行，合作愉快。兄弟，告辞了。刀疤男望着秦元背影，满脸遗憾，随后收拾剩余灵药离开。秦元取出收获，全部投入天域神塔熔炼，磅礴荒力涌现，被他吸收一空。轰然间，秦元修为突破至天荒境，第4个小世界被点亮，终于到达天荒境了。他心念一动，神识进入天域神塔第1层，空间中央摆放着一方雷光石台，石台上悬浮着一本虚幻书籍。9天神雷行，虚幻书籍化作雷光，没入秦元脑海，大量信息涌现。秦元满脸震撼，好强的身法武学！他迅速领悟第1层天雷闪，并尝试施展。一道雷光闪过，秦元身形瞬间消失，100米外再现，连续9次，瞬间移动千里，速度太快了，以后保命更有把握了。
他试图进入更高一层，却被无形的力量所阻隔。等到达造型境才能进第2层。神识退出虚无空间，秦元离开石室，继续深入洞府。秦元赶到一座高耸石门前，门一开启，里面能量波动剧烈。飞云宗、苍岩宗和其他人都在里面混战，反而对我有利。祭殿内3方混战，飞云宗、苍岩宗和散人队伍厮杀激烈。秦元目光扫过最深处的战圈，庞远行、高天宇、文玉兰和一头铁壁魔猿激战正酣。文玉兰正是星月宗宗主之女，曾与秦元有过婚约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。战圈中央，一具白骨枯尸盘坐在蒲团之上，腹部悬浮着一颗纯白丹丸，磅礴能量涌动。元神丹，元神丹对于在场所有人都是无上宝物。秦元深知自己实力不及，只能等待时机。等他们拼到最虚弱的时候，我就施展天雷闪，抢了元神丹就跑。主殿内混战激烈，秦元混进了散人队伍，低调出手，以天荒境初期修为应战，不能暴露底牌，只用荒力和武学。飞云宗和苍岩宗弟子轮番进攻，却被秦元巧妙化，乾坤袋接连落入他的手中。秦元一剑也没放过，收入天域神塔。七曜刀法，秦元双手如电，千道掌影浮现，千影掌，掌影与刀芒猛烈碰撞，掌影镇压刀芒，轰在男子身上，男子倒飞吐血，金杯大砍刀托上。秦元一息，灵宝到手，还我灵宝，给我死！秦元挥刀，刀芒闪过，男子毙命。秦元收走乾坤袋。这时，苍岩宗执事丹飞尘怒喝冲来，实力已到达天荒境圆满。小子，胆敢杀我苍岩宗弟子，你找死！丹飞尘使出鹰爪攻势，秦元以千影掌抵挡，却被轻松摧毁。秦元用金杯大砍刀防御，强大的反震力将他震昏。不动星辰之力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提升修为，拖延时间。秦元心念一动，将收获的乾坤袋和金杯大砍刀投入天域神塔，熔炼荒力涌现，修为突破至天荒境中期。竟然在这种时候突破了！丹飞尘不信邪，一掌拍出，封住撕裂地面。秦元躲避，碎石飞溅。我离元神丹只有2000米，天雷闪爆发，2秒就能到手。秦元与丹飞尘激战，故意后退，靠近白骨枯尸。小子，给我死！该死的是你！秦元不再躲避，一拳专出。什么？秦元拳头怒砸，丹飞尘防御护盾被击破，胸膛骨骼寸断，惨死当场。秦元收走乾坤袋，此人所爆发出的肉身力量竟如此恐怖。正在交战中的庞远行、高天宇、文玉兰和铁壁魔猿也注意到秦元，神情凝重。就是现在，抢元神丹！秦元脚步一踏，天雷闪爆发，化为闪电掠向白骨枯尸。他要抢元神丹。文玉兰、高天宇、铁壁魔猿怒目而视，但秦元速度太快，一瞬间便抵达白骨枯尸前。秦元伸手取走元神丹，却发现丹丸表面有一层特殊封印，无法直接吸收。糟了，有封印，天域神塔也熔炼不了。高天宇怒不可遏，三人一兽停止交战，齐齐锁定秦元，交出元神丹，让你死个痛快。收服白骨枯尸的本能，让铁壁魔猿将秦元视为头号敌人。秦元不理会众人，将元神丹收入虚无空间，尝试熔炼，却发现封印无法破开。本想提升修为脱困，没想到丹丸被封印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苍松盾，巨大手掌轰在盾牌上，盾牌四分五裂，秦元被劲风震飞，面具也掉落在地。秦元，竟然是你！主殿内气氛骤然安静，所有目光死死盯住秦元，震惊、愤怒复杂交织。原来是你这叛国贼！你的伤势恢复了。文玉兰身旁2名女子神色发白，文玉兰美眸冷冷盯着秦元。人人喊打的叛国贼，还敢来抢元神丹，胆子不小。秦元，交出元神丹，我可以看在我们曾经有过婚约的份上，让你不受皮肉之苦的离开。文玉兰，你还有脸提婚约？别忘了，是你父亲死乞白赖上门求的。给我住嘴！元神丹，我就算给他们，也不会给你。庞远行、高天宇怒吼，铁壁魔猿咆哮，四方杀气腾腾，铁壁魔猿率先扑出，三人也同时冲向秦元。这些人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得先脱身。秦元身形化作闪电，天雷闪爆发，瞬间移动1000米，三人一兽扑了个空。看住大门，别让他跑了。飞云宗、苍岩宗弟子一拥而上，死死堵住石门。文玉兰身形一闪，抢先镇守石门，玉手挥出，荒力化作光幕封锁出口。秦元，你走不掉的。庞远行、高天宇、文玉兰三人掌风拳风起出，铁壁魔猿怒吼。秦元被逼回白骨枯尸前，活动空间极小。秦元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元神丹和你的身法武学。庞远行、高天宇眼中也露出贪婪。铁壁魔猿捶胸咆哮，四面楚歌，不能硬拼。忽然，秦元脚下一动，踢到白骨枯尸，咔嚓一声，白骨枯尸突然下沉，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通道。不管了，在他跳入的瞬间，通道机关瞬间封死。不好，别让他跑了！三人急忙冲到通道口，轮番出手猛攻，通道却纹丝不动。他们安排人手死守通道口，并封锁外界，防止秦元逃脱。秦元顺着通道自由落体，他抬头望向上方，没有动静。看来他们一时半会攻不下来。
四周是个不大的山洞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。蛟龙可惜死了，没机会进化成龙。他注意到蛟龙尸体旁有一把银色长戟，戟尾刻着天龙戟3字，竟然是灵性灵宝。秦源伸手握住天龙戟，用力一拔，天龙戟脱离蛟龙尸体。灵性有些弱，看起来是受损了，现在只能发挥出地级灵宝的能力，必须得想办法修复，才能回到灵级灵宝的行列。秦源指尖划破，滴血认主，天龙戟与他心神相应。他挥戟试刀，戟芒一闪，蛟龙尸体瞬间化为残渣。真是好宝贝！秦源取出元神丹，试图用天龙戟破开封印。第一次劈砍，封印只是微微颤抖。秦源全力挥戟，元神丹封印破碎，恢复本来面目。我靠，成了！他将元神丹投入天域神塔，开始熔炼，龙玉荒力涌入体内，小世界接连点亮。第5、6、7、8、9，10个小世界被依次点亮。秦源修为突破至天荒境后期，天荒境圆满。给我压缩！荒力被压缩成一枚拇指大小的荒丹，强大气息席卷四周，碎石飞溅。荒丹境初期，不愧是元神丹，实力暴涨。他目光转向左前方，发现一个隐蔽传送阵。秦源毫不犹豫踏入阵法，身影消失在地下密室。庞远行和高天宇并肩而立，神情凝重，身后不断有弟子来回禀报，却始终没有秦源的踪影。那叛国贼到底能不能从里面出来？庞远行脸色也不好看，只能沉默等待。不远处，文玉兰和2名女伴聚在一起，静静观望局势。真没想到他伤势竟然恢复得这么快。师姐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秦源是叛国贼，又是绝世天才，王宫为什么要留他一命？就不怕他报仇吗？这是王宫的决定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我觉得王宫绝不会让他真的成长起来。文玉兰正要再说什么，前方空间突然扭曲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的望去，一道身影自扭曲空间中闪现，正是秦源。秦源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被阵法传送到了洞府入口上空。秦源，这次你逃不了了。交出元神丹。不好意思，元神丹已经被我炼化吸收了。元神丹这种宝贝哪有这么快被炼化？你骗谁呢？信不信随你。废话少说，拿下你再说。庞远行手持掌影破空而来，秦源拳风与掌影碰撞，挥气炸裂。秦源身形一闪，避开攻击。荒丹境初期，你竟然恢复到荒丹境初期了。高天宇、文玉兰也满脸不可置信，终于相信秦源真的炼化了元神丹。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什么玩意？给我滚！10个小世界的星辰之力汇聚到一起。秦源一拳轰出，高天宇被震飞千米，手掌无情，痛苦不堪。高天宇竟然被正面打伤，不可能！才过去一会，他竟然能打伤高天宇。一起拿下他！没错，我们一起上！3人荒力爆发，强大武学齐出。秦源天龙戟在手，戟芒横扫，瞬间破开3人武学，逼得3人连忙凝聚防御护盾。地级灵宝，战斗动静惊动周围，飞云宗、苍岩宗长老纷纷赶来。长老，快一起出手！没错，我就不信他能挡住我们联手攻击。几人一起联手攻击秦源，秦源越战越勇，长老们接连退出，戟芒划过，几位长老瞬间被斩杀。混账，竟然能接连斩杀我宗长老！没错，看来他的实力真的恢复了。不用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们了。秦源挥戟，身形鬼魅，瞬间出现在庞远行身后。天龙戟一招下去，庞远行气息断绝，倒地身亡。高天宇见状大喊，转身就逃。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秦源闪现瞬间拦住高天宇退路。高天宇额头到腹部被劈出血痕，坠地毙命。文玉兰，你也逃不掉！秦源收起战利品，目光锁定远处逃窜的文玉兰，天雷闪爆发，化作闪电追击而去。文玉兰疯狂逃窜，秦源化作闪电，时息间便追至身后。你跑得了吗？一道戟芒从天而降，地面瞬间裂开沟壑。文玉兰无路可退，转身挥剑，剑芒与戟芒激烈碰撞，剑芒破碎，文玉兰被震退500米，手臂鲜血直流。秦源，看在我们曾经有过婚约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。秦源只是冷笑，眼神森冷。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秦源没有回应，挥戟再出。关键时刻，文玉兰收剑入乾坤袋，身上浮现淡金色披风，将全身包裹，戟芒披在披风上，尽给挡住。金缕圣衣，天级灵宝，你父亲果然舍得。有金缕圣衣在，你休想伤我。那就看看你能撑多久。10分钟后，文玉兰体内荒力几件好兵被劈入一日，砸出巨大深坑，嘴角鲜血狂涌。还能挡吗？忽然，天边4道红光疾驰而至，化为4名男子，为首1人气息强横，造型境初期，3人荒丹境圆满。林君，救我！大胆叛国贼，敢杀林宗少爷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林宗是他该死，杀了便杀了。林君挥手示意3名下属围攻，秦源挥动天龙戟，3道戟芒如虹劈出，3人仓促抵挡，盔甲破裂，手臂出现血痕，连连后退。这家伙才荒丹境初期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林君，他刚斩杀庞远行和高天宇，千万别大意。你们快去通知林统哥过来，我亲自
次出手。三人齐声应答，一人弹出信号弹，烟火在高空炸裂。灵童也来了。秦源眉头微皱，心知灵统的造化境修为绝非自己能抗衡，看你往哪逃！一头荒力妖兽幻化而出，林军操控妖兽扑向秦源，想抓到我没那么容易。秦源化作闪电，瞬间消失，雄鹰扑空，他天雷闪全力施展，半空留下一道道闪电，直奔大风王朝边界。只有离开大风王朝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林军骑乘荒力幻化的妖兽，速度暴增，疯狂追赶，两人一追一逃。避焰斩，给我死！一缕火焰长刀劈向秦源，秦源躲闪，看你能躲多久。终于快到边境了，前方是一片宽阔沼泽地，秦源无路可选，只能闯入。林军紧随其后，避焰斩连番劈出，试图阻拦秦源，却始终未能奏效。秦源冲入沼泽地，林军咬牙跟进。二人刚入沼泽，忽然一声巨响，沼泽深处升腾起一个庞大蛇头，挡在二人面前。庞大的玄冰天蟒横亘在前，冰晶色鳞片闪烁寒光，体长500米，气息压迫庐山。玄冰天蟒造型镜中期，麻烦了！玄冰天蟒吐着蛇气，发出刺耳嘶嘶声，尾巴猛地横扫攻击，挡住！秦源挥动天龙戟，数十道细芒瞬间劈扑，却被芒尾轻易破开。秦源横击挡住，火花四溅，整个人被震飞数十米。来吧，孽畜！林军同样被震退，脸色凝重。玄冰天蟒身躯一颤，冰晶涌现，在半空扩散，形成巨大的冰晶囚牢，将两人困住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身法受限，逃不出去。想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玄冰天蟒张开血盆大口，獠牙森然，直破脸躯。林军与玄冰天蟒激烈交战，秦源趁机疯狂挥戟，刺向冰晶囚牢，钉鞋飞溅，终于在表面留下裂痕。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能破开。秦源抓紧时间，天龙戟爆刺，裂口逐渐扩大，终于一块冰晶被戟芒击碎。秦源身形一闪，冲出囚牢缺口。秦源休想跑！玄冰天蟒死死缠住林军，秦源天雷闪全力施展，横穿沼泽地。秦源急速飞掠，边境线上巡逻队警觉，纷纷喝止：“站住！我们代表王宫警告你停下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秦源不予理会，天龙戟一挥，戟芒破空，阻挡众人继续靠近，速度爆发，直冲边境外。就在秦源即将离开边境时，秦源休想离去，有我在，你注定止步于此。林统为造化境强者，气息镇压，秦源如背负万斤重担，动弹不得。你杀害林宗少爷就要付出代价，待我请你回去，交由家主和王宫处置。忽然一道斧芒从天而降，林统血红长枪挑出，枪芒与斧芒碰撞，秦源和巡逻队纷纷后退，避开雨波。什么人胆敢对我动手？一名灰袍蒙面男子踏空而来，手持巨斧，气息同样造化境初期。你胆敢帮叛国贼？莫非想与其成为同谋？我帮你拦下他，你赶紧离开大风王朝。多谢前辈相助，此恩日后必报。拦下我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蒙面男子巨斧挥出，100米斧芒燃烧烈火，林统被死死缠住，无法分心。快走，逃离此处！秦源点头，天雷闪爆发，化作闪电冲向边境外。林军，快去追杀秦源，绝不能让他逃脱！林军飞掠而至，接令后疯狂追赶秦源。蒙面男子试图拦截，却被林统死死拖住。秦源冲出大风王朝边境，踏入轩辕域，林军紧随其后，速度暴增。就算你进入轩辕域，我也要将你擒拿！轩辕域危险重重，若林军不放弃追赶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困住，除非动用天域神塔。秦源疾驰于山林，身后林军紧追不舍。天域神塔虽强，但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动用它必然付出代价。不过只要能杀了林军，一切都值了。秦源不断变换方向，专挑偏僻之地，避开妖兽和人烟。秦源停下脚步，转身直视林军，目光冷厉：“怎么不跑了？荒力耗尽了吧？你今天插翅难飞。这里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”还嘴硬，让我来帮你清醒清醒。林军大手一挥，无柄长剑破空而出，直刺秦源。天域神塔自虚空浮现，塔身千米，无柄长剑撞击天域神塔，瞬间崩碎成光。这是什么宝物？不能拖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秦源双手一推，天域神塔腾空而起，锁定林军气息，猛然镇压而下。万金之盾，给我破！惊血融入天域神塔，塔身血光大作，威压北泽。金色护盾轰然爆碎，林军还未来得及惨叫，便被镇压击飞倒地，瞬间没有了生命气息，差点撑不住，还好，终于解决了。秦源迅速离开现场，寻找隐蔽之地。秦源运转星辰无量诀，体内伤势渐渐恢复。林军的乾坤袋资源不少，全部熔炼给天域神塔，正好补充荒力。秦源将林军等人的乾坤袋资源全部投入天域神塔，吸收反馈的荒力，修为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。还差一点就到荒丹境中期了，不过这已经让我很满意了。玄元学院才是我的目标，只要能成为学员，未来才有希望。秦源走出山洞，辨认方向，准备前往玄元学院。忽然，山洞东侧传来一阵轰鸣，平原上两拨人剑拔弩张，左侧水火门众人气息协议，右侧玄元学院的绿裙少女穆晚秋和紫袍青年金浩言神色警惕。
周光亮，你们真要与我们为敌？玄元学院又如何？水火门每年杀你们学员不少。水火门众人包围成半圆，学员结阵迎敌。各位学弟学妹，随我迎敌。双方荒域激荡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给我动手，一个不留。水火门率先出去，周光亮拳风如来，金浩炎与穆晚秋被震退，嘴角一笑，其余学员也被压制，水火门占据上风。今日就让我送你们上路吧！张峰直取金浩炎与穆晚秋性命。水火门竟敢对玄元学院下杀手！我本就想加入玄元学院，眼下不是玄元学院招收新学员的时间，这些学员或许能成为我的引荐人，得找准时机出手，救他们一把。就在掌风即将落下时，天边急忙破空而至，轰然撞碎掌风，众人惊愕抬头，目光齐聚，急忙来处。你是谁？为何阻我？想阻便阻了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那我看你就是想找死！水火双剑，周光亮双手挥动，火焰与水流凝成两柄长剑。金浩炎和穆晚秋满眼疑惑，没想到秦元会出手相救。公子小心，这是他的最强手段。血火双剑如闪电般飞掠而出，秦元天龙戟连劈两道，急忙火焰与水都漫天飞死。荒丹境初期，金浩炎和穆晚秋也满脸不可思议，秦元修为明明比他们低，却能正面对抗周光亮。你到底是谁？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何必多问？秦元身形化作闪电，瞬间出现在一名水火门弟子身前，天龙戟挥下，那名弟子应声毙命。水火门众人惊慌后退，秦元速度极快，接连斩杀数人。都不要怕，一起围攻他！不水火剑阵，剩余几人迅速靠拢，光力交融，光圈扩散，将秦元困在其中。半空中，数米长的水火飞剑凭空凝现，气势骇人。公子小心水火剑阵！水火飞剑刺向秦元，被硬生生挡下。你们的剑阵确实不错，可惜攻击速度不够快。秦元身形一闪，天龙戟刺破光圈，剑阵瞬间崩落。此子太厉害了，快逃！水火门弟子四散奔逃，现在才想逃，晚了点。急忙如雨，剩余几人瞬间毙命。周光亮拼命逃窜，秦元化作闪电追去，消失在众人视线中。轩辕学院众人聚集，纷纷讨论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何要帮我们？不管怎样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荒丹境初期就这么强，放在外院也是前列天才。能击败荒丹境圆满的天才也就那么几个。一道闪电落下，秦元身影出现。你们没什么大碍吧？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路过举手之劳罢了。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秦元。金浩炎和穆晚秋脑中搜索，却毫无印象。我不是玄元域的人，来自大风王朝。原来秦公子是大风王朝的人。穆晚秋再度追问秦元为何出手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秦元欲离开，秦公子何不加入我们玄元学院？资源丰富，待遇极好。你天赋这么强，应该和各大王朝天才争锋才对。我不太喜欢被约束，自由惯了。玄元学院对学员没什么约束。对啊，以你的天赋进了玄元学院，未来不可限量啊。资源越多，对天才越有利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和你们一起去玄元学院试试。以你的实力，必然能加入。众人调整状态，秦元为他们护法。不久后，众人恢复如初。任务已完成，现在返回学院。好，走吧。众人飞掠而起，朝玄元学院赶去。一名中年男子端坐龙椅，众臣环绕，他就是风无道，如今大风王朝之主。启禀陛下，属下奉命前去擒拿秦元，谁知那秦元竟然实力远超预期，不但反杀我等，还将灵君斩杀。我亲手废了他的荒丹和经脉，他怎么可能杀灵君？众臣议论纷纷，王冕皱眉，除非秦元被废之后又得到了逆天奇遇。满殿大臣瞬间安静，真该把他一起斩杀。风无道神情威严，众臣屏息。陛下不能放任秦元成长，必须趁早根除，否则后患无穷。陛下，林侍郎所言极是，任由秦元成长，早晚会回来报仇。此子必须除掉。陛下，臣以为应先查清秦元现在玄元域何处。他必定会去玄元学院。众臣议论玄元学院势力强大，难以强取。朕意已决，必须尽快除掉秦元，不得拖延。封北、封院、封前，儿臣在。一旦确定秦元加入玄元学院，到时你们同去玄元学院，谁能除掉他，谁就是太子。满朝大臣震惊，谁也没想到太子之位竟以此为止。穆晚秋、金浩炎带着秦元抵达玄元学院地界，这里就是我们玄元学院的地界了。秦元望着无数阁楼宫殿，心生震撼，不愧是玄元域第一大势力。众人正要入院，一道身影破空而至，此人名叫韩风，剑眉星目，紫色长袍，气场强大。韩学长，没有秦元未行礼，韩风目光落在他身上。你是何人？韩学长，他是秦元，刚才救了我们，现在引荐他来加入学院。荒丹境初期救下你们，倒是有点东西。韩风气息骤然释放，秦元和金浩炎几乎被压得跪地。韩学长，你这是干嘛？在玄元学院的地盘上，要学会讲规矩。你以为天赋强就能目无一切？玄元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。秦元咬牙坚持，额头冷汗直冒，心中怒火翻腾。倒是块硬骨头，记住我的名字，韩风。你想加入学院，随时来找我。
金浩言大口喘气，孟晚秋发现秦源双眼赤红。秦源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连累我什么意思？我和韩风的弟弟韩玄有过冲突，我打败了他，韩风护短。从那以后，他总找我麻烦。不怪你，这个韩风太霸道，这笔账我迟早会找他清算。秦源，韩风实力很强，造气境圆满，只差一步就进造化境了。学院分为外院、内院和真传3类，修为与人数各有不同，层层递进。他在内院很有名，说不定以后能上龙虎榜。龙虎榜是什么？龙虎榜是内院前10天才的榜单，韩风有冲榜的潜力。走吧，我们先进去。孟晚秋指着前方高耸的阁楼，秦源，你进去说是我们引荐的就行，考核对你来说没难度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好的，感谢二位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秦源进入阁楼，场地上学员与妖兽激烈搏斗。秦源在登记后排队，轮到他时一招击败妖兽，轻松通过考核。秦源，恭喜加入玄元学院，身份牌和奖励都在里面。滴血融合后可查看本人住所和学院规矩。多谢导师。秦源走出，孟晚秋和金浩言迎上。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，快看看住哪。秦源滴血融合身份牌，脑海浮现大量信息。没想到就在你们旁边，太巧了。走，先回院落。三人并肩而行，秦源心情舒畅，暗下决心要疯狂提升修为，早日报仇雪恨。秦源独自回房，盘坐床榻，细细梳理学院信息，谨防触犯规矩。此时的另一处院落内，几道身影聚集。韩玄哥，那金浩言历练回来了，什么时候找他麻烦？秦源盘坐床榻，闭目内视，脑海中不断梳理玄元学院的格局与规矩。外院学员终究只是起点，得尽快晋升内院才行。他暗自盘算，只有成为内院学员，才能真正进入学院高层视野。可惜修为还差一大截，资源极度匮乏，资源太缺资源了。他将乾坤袋内所得收获交给天域神塔熔炼，吸收荒地，点亮第11个小世界。院外传来敲门声，秦源起身开门，见穆晚秋和金浩言站在院中。秦源，我们打算去外院广场修炼，那里有宁荒阵，修炼速度更快，你要一起吗？没问题，一起去看看吧。三人边走边聊，穿过人群，来到广场正中心。正中心的位置最抢手，实力强的人都在那里。三人分散落走，秦源盘膝而坐，运转星辰无量诀，瞬间吸引大量荒力。周围隐隐传来流水般的哗哗声，不少学员侧目，议论纷纷。这吸收速度太夸张了，谁啊？新来的吧？没见过。穆晚秋和金浩言也被秦源的修炼速度震惊。时间流逝，穆晚秋和金浩言刚运转完1个周天，正准备休息，4道身影走来，为首正是韩玄，身后跟着其3名死党。金浩言，听说你历练回来了，我正好想和你切磋一下。我在修炼，没空和你切磋。你以为我在和你商量？韩玄手一挥，4人同时爆发荒力，朝金浩言围攻而去。金浩言对7人围攻，节半退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欺人太甚又如何？穆晚秋想挨揍就别躲。穆晚秋毫不退让，直接出手，6人混战爆发，吸引众多学员围攻。金浩言和穆晚秋被压制，身上多处无青。韩玄一脚将金浩言踢飞，拳头直奔穆晚秋。一道身影闪现，秦源挥手化解拳锋。秦源，你是谁？你知道多管闲事是什么后果吗？什么后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你要挨揍了。围观学员哗然，没人敢相信有人敢在外院公开挑战韩玄。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你们先坐下休息，我来收拾他。秦源站定不动，拳头砸击。韩玄4人落地惨叫，秦源各自断他们一条手臂骨头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旋即爆发激烈讨论。荒丹境初期一招击溃4名荒丹境后期，这也太变态了。对呀，以后千万别惹他。秦源比之前更强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滚吧，一帮废物！韩玄带着3人灰溜溜离开，广场上议论声不断。韩玄等人离开后，广场气氛逐渐恢复平静。秦源，多谢你出手相助。不用客气，你打了韩玄，他肯定会去找韩风告状，这下韩风更不会放过你了。梁子早就结下了，也不在乎多一笔账。这时，一道平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没想到外院还能出现你这样的天才，不错，看来外院以后要热闹了。秦源3人转身，只见一名相貌普通、气息却极为危险的男子走来。萧学长，萧学长。秦源与萧星腾对视一笑。秦源学弟刚才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，不过韩风这人护短，你打了韩玄，相当于打了他的脸，韩风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多谢提醒，我会小心。萧星腾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萧学长是外院的风云人物，上次外院大比第5，实力很强，难怪给我的感觉不一般。萧学长人不错，就是喜欢找强者切磋。他来认识你，估计是觉得你有做他对手的潜力。刚揍了韩玄，他就来认识我，他不怕韩风针对他吗？他不怕。萧学长背后有比韩风更强的内院天才支持。学院里派系众多，外院学员大多依附内院学员，内院学员又依附真传学员。那你们加入派系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派系争斗太多，我们不想卷进去。明白了。秦源，你要是想自保，可以考虑加入强大派系，韩风就不敢轻易动你。算了，暂时不考虑，我们继续修炼吧。
韩风盘坐示意修炼，忽然韩玄狼狈进门，怎么回事？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手臂被秦元打断了。秦元，他明知你是我弟，还敢下重手，看来是在挑衅。断臂之仇，我一定要报。学院里我不方便出手，正好我准备闭关冲击造化境，你先服下续骨丹，等我安排好人手，在学院外收拾他。好的，哥，这次我定要他付出代价。韩玄离开，韩风目光阴了。数日过去，秦元三人都在广场修炼，韩玄再未出现。但秦元打断韩玄四人手臂的事在外院传开了，秦元不理流言，专心修炼，顺利突破至荒丹境中期。他要突破了。金浩言点头，穆晚秋气息暴涨，顺利晋升荒丹境后期。总算突破了，现在我都不一定打得过你。正好要出去历练，实力提升了更有保障。要出去历练。3天前学院通知，外院学员需前往血魔山脉猎杀血魔，收集血魔丹换取资源。血魔山脉。金元回忆血魔山脉的凶险，血魔丹蕴含邪气，学院能净化后用于炼丹布阵。这次血魔山脉的血魔暴动，不光我们学院，学员域各大家族也会派年轻人去，算是一次暗中比拼。只有外院学员去吗？内院学员大概率不会去，除非刚晋升造型境不久的。这样啊，不用担心韩风，他已经闭关了。他们三人打算现在就出发，朝血魔山脉赶去，一路上不断超过其他学员。三人停下脚步，望向前方血色弥漫的山脉，邪气冲天。血魔善于隐藏，晚上最为活跃，但实力也会增强。我们也只能晚上进去猎杀。走吧，开始我们的历练。三人身形一动，飞掠进入血魔山脉。不远处山峰上，韩玄等人也来了。韩玄一行人站在山脉边缘，韩玄的断臂已恢复，气息更强。樊学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对付秦元？樊星剑上次外院大比位列第3，实力强大，整个人气息如锋利长剑，令人不敢直视。别急，等他们杀够血魔，收集了血魔丹，我们再出手，一举两得。樊星剑虽然是外院排名第3的学院，可与韩风那种内院天才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。这次韩风找他对付秦元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搭上线，成为韩风亲信，以后可以得到更多好处。马上天黑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指望用血魔丹换天级灵宝呢。想杀血魔头领，你想多了。樊星剑一声令下，众人应声迅速冲入血魔山脉。秦元、穆晚秋、金浩言三人行至山谷，月光微弱，血红光芒映照四周。快看，那里好像有幽灵虎。3头幽灵虎扑来，穆晚秋一手一扬，3道白光闪过。幽灵虎应声倒地。有幽灵虎的地方，通常有血魔出没，我们去看看。三人翻过山谷，来到一片平地，见到几道深沟，红光照耀，低沉咆哮声不断。有动静，血魔要出来了。沟壑中，血红头发身影冲出，脸上戴着奇异面具，邪气滔天。小心，他们的武器有毒，沾上很难清理。金元天龙戟挥舞，血魔纷纷倒地，血魔丹飞出。血魔丹好东西。穆晚秋和金浩言也加入战斗，血魔不断被斩杀。10分钟后，数千头血魔尸体铺满地面，三人收获大量血魔丹。那1000颗天荒境血魔丹才抵1颗荒丹境血魔丹，在外围太浪费时间了，我们去深处吧。秦元，你实力最强，你决定。那就走，去深处看看。三人急行，遇到天荒境血魔也不再停留，直奔血魔山脉中间区域。三人远远看到5名外院学员被数百头血魔包围，个个筋疲力尽，面露绝望。兄弟们一起上，拼杀一条血路，争取活命。血魔咆哮，令人拼死抵抗，却难以支撑。4道戟芒从天而降，血魔瞬间被劈死。秦元三人踏空而至。穆学姐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还是去外围吧。收血魔丹。三人冲入血魔群，展开杀戮，数百头血魔很快被清理干净。谢谢秦元学长，这里不适合你们历练，去外围吧。我们这就走。5人迅速离开，三人继续前行。血魔数量太多了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数量远超以往，血魔头领也会变多，最深处不能去。数量多才好，能收更多血魔丹。也是，毕竟有你在。三人继续猎杀血魔，秦元收获大量血魔丹，交给天域神塔熔炼，实力再度提升。几个小时后，穆晚秋和金浩言消耗巨大，停下来休息。秦元却气息如常。2人恢复后，秦元提议，不如我们去地下历练。秦元、穆晚秋、金浩言三人站在沟壑边，气氛凝重。秦元，去地下会不会太冒险了？金浩言没说话，但脸上的紧张一览无遗。富贵险中求，危险的地方才有机遇。秦元目光扫过2人，心里盘算着提升队伍实力，未来组建自己的派系。好一个富贵险中求，我豁出去跟您混了。那就走，晚了宝物都拿不上热乎的。三人飞掠前行，找到一条通往地下的沟壑，沟壑外聚集着血魔。我们先清理这些血魔，然后进去。三人如狼入羊群，数百头血魔瞬间扑上。走，让我们闯一闯地下世界。三人沿沟壑下行，血红光芒映到四周。10分钟后抵达尽头。虽然来过血魔山脉，但我还是第一次进地下，保持警惕就行。三人踏入地下世界。
眼前景象辽阔，山峰、森林、血红色河流交错。这河水是血红色的，这是血邪河，血魔就是从里面产生的，挺神奇的。但这里怎么和外面世界毫无差别？三人沿血邪河前行，偶尔看到血魔从沟壑口走出，忽然前方传来低沉吼声，800多头血魔出现，怒视三人。血魔丹来了！血魔悍不畏死，三人杀戮如风。15分钟后，血魔尸体遍地。不错不错，又收入几百颗血魔丹。走吧，继续前行。三人继续深入。你们看，那边有个入口。三人飞掠过去，进入一个巨大山洞，洞内白色矿脉蜿蜒，灵气充盈。是灵石矿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长的矿脉。看来我们运气不错。矿脉周围聚集了大量血魔，气息强大，全部是荒干净圆满的血魔，对付时多加小心。20分钟后，血魔全部被斩杀，血魔丹尽收囊中。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事，就是消耗有点大。金浩然忽然神情一变，气息波动，我的修为好像要突破了。好事，你专心突破，我们为你护法。金浩然盘坐地上，开始突破。晚秋，你也先恢复一下。穆晚秋刚要点头，入口处传来急促破空声，8道身影疾驰而来。韩玄带着7名外院高手现身。穆晚秋神色紧张，秦元目光冷静。秦元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？穆晚秋低声提醒秦元，7人都是外院排名前20的高手，繁星剑、红油、黄岩更是顶尖。自觉交出乾坤袋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点的死法。穆晚秋脸色大变，质问繁星剑不怕学院惩罚，在这里杀了你们，学院能查到吗？理由我可以编很多，比如说成我们大家进入地下世界，一不小心遇到血魔头领，你们3人惨死，我们侥幸逃脱。你们真是卑鄙。按照繁星剑的说法，确实学院无法追查。韩玄上前一步，目光阴冷地盯着秦元。秦元，你敢打断我的手臂，今日就用你的命来赔。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找死，我也没有理由不成全你们。秦元与穆晚秋守在金浩然身旁，韩玄、繁星剑等8人气势汹汹地围住他们。秦元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敢嘴硬？你真以为能吓住我们？新来的，等会儿让你记住我们，别死得太痛快。嚣张的新学员，死前得让你长点记性。得罪我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。一方走狗，是寒风让你们来的吧？是又如何？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下去给你们陪葬。狂妄自大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你与我们的差距有多大。你们4个给我弄他！4名外院高手爆发荒力，身形一动，朝秦元冲去。就你们4个也配？给我滚！秦元不再隐藏修为。荒丹境中期气息爆发，天灵戟横扫，急忙劈向4人，4人急忙防御，护盾被急忙崩碎，4人倒飞出去，腹部鲜血渗出。短短时间，你竟然晋升到了荒丹境中期，原来你突破了，可惜还不值得我出手。红油、黄岩，给我拿下他！红油、黄岩刚欲出手，何必麻烦？8个一起上，别浪费我时间。狗东西，找死！秦元天龙戟连挥8道，急忙破空而出，笼罩众人。既然你想死得快点，那我只好成全你。繁星剑爆发锋利。一道赤金色掌风与戟芒碰撞，红油、黄岩也各自抵挡。韩玄等5人被戟芒击飞，撞在石壁上。韩玄喷血，满脸屈辱。今天你必死无疑。看好金浩然，这里交给我。秦元，你注意安全。小崽子，给我死！繁星剑手中凝聚出一只白骨大爪，抓向秦元。金元天龙戟挥出数道戟芒，蕴含白骨炸肉，火花四起。秦元被震飞数十米，脚踏地面稳住身形，给我破！秦元将星辰之力灌注进天龙戟，白骨大爪终于崩碎成了光点。繁星剑眼中闪过意外，手中星光长剑凝现，剑身星辰点点。有点东西，那就试试我这招雨落天地。秦元天雷闪施展，试图避开剑影，但仍有部分剑影袭来。秦元挥戟抵挡，剑影纷纷碎裂。红油、黄岩趁机夹击，3人围攻秦元。秦元天龙戟爆发。3人各自后退，我靠，碰到硬骨头了，这小子还真厉害。繁星剑再次杀至，3人联手，秦元被死死围住。怎么办？我根本帮不上忙。若不动用天域神塔，此劫凶险，但这个秘密无法在众人面前暴露。3人一起朝秦元发起进攻。瞬间，他被3人合力轰飞，撞在灵石矿脉上，嘴角一血。秦元，好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把他带过来，让韩玄处置他。红油、黄岩刚要靠近，秦元忽然抬手，猛地拍向身下灵石矿脉。灵石矿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，秦元疯狂吸收灵气，体内伤势瞬间恢复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我靠，他的伤势竟然恢复了，那还愣着干嘛？出手阻止他！3手之灵再次杀向秦元。秦元疯狂吸收灵石矿脉，短短10秒，矿脉已枯萎大半，体内小世界接连点亮，实力暴涨。繁星剑、红油、黄岩3人再次杀来，来得正好。天龙戟横扫，一道戟芒劈出，3人手握灵宝抵挡，却被戟芒震飞，狼狈落地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力量怎么突然变这么强？繁星剑也满脸震惊，韩玄的喜悦彻底消失。穆晚秋则被秦元的神秘与强大深深吸引。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宝贝？你不配知道。秦元天雷闪施展，瞬间逼近红油，天灵戟重重劈击。
红油被劈飞，砸入地面，口吐鲜血。秦元又是一击将黄岩击倒，二人伤势加重，几乎丧失战力。繁星剑双手挥动，半空中白光交汇，一尊白骨身影明显。白骨大法，白骨身影怒拳轰向秦元，秦元以天龙戟迎击，白骨身影被震退，天龙戟连三劈开，白骨身影节节败退，骨头上裂痕密布。这招对我没用，给我碎！天龙戟猛然劈下，白骨身影轰然爆裂。秦元天雷闪再现，瞬间逼近繁星剑。秦元一击将繁星剑击飞，重逢撞在石地上，砸出深坑。繁星剑口喷鲜血，反血掌，反血掌。繁星剑颤颤巍巍起身，目光猩红，抹去嘴角鲜血，猛地照出一面深灰色旗帜，旗上风暴火焰图案跃动。秦元，小心，那是烽火旗，天级灵宝，极其危险。秦元能死在我的烽火旗下，你该感到庆幸。是吗？干掉你，这个灵宝正好一起送给我了。皮肤汗术，找死！繁星剑挥起，数十米高的龙卷风暴火焰呼啸而出，直扑秦元。秦元天雷闪施展，拉开距离，急忙不断挥出，消耗烽火旗威势。龙卷风暴火焰逐渐变小，最终消失。这个王八蛋竟然如此卑鄙！繁星剑见状，脸色苍白，体内荒力消耗过多，心生退意。打不过了，快走！红油、黄岩反应过来，跟着繁星剑撤退。残血五人见状，也慌忙逃向通道外。秦元冷哼，天雷闪施展，避开最后一道龙卷风暴火焰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追杀他们。秦元身形一闪，消失在洞穴深处，设除掉韩玄8人。秦元追击韩玄5人，速度快得惊人。秦元，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哥不会放过你。天龙戟挥出，急忙劈穿韩玄胸膛，韩玄当场毙命。秦元目光一转，天龙戟连番挥动，急忙飞落，将剩下4人全部斩杀。秦元伸手一招，韩玄5人的乾坤袋落入掌中，他继续追赶繁星剑、红油和黄岩。繁星剑3人疯狂逃窜，脸色惨白，心头满是恐惧。这个混蛋毫不犹豫地杀了韩玄他们。快跑吧，等他追上来，我们也活不了。秦元身形如闪电，逼近3人，天龙戟挥动。3人倒飞落地，嘴角鲜血涌出。秦元，我们是学院重点培养的天才，你杀了我们，学院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秦元眼中杀意一闪，天龙戟挥出，黄油惨死。秦元又一击将黄岩斩成2半，强大力量将繁星剑击飞100米，摔落在地，吐血不止。秦元，今日之仇我记下，就算我沦为废人，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繁星剑猛拍胸膛，吐出一口精血，双手结印，精血落在手印上，大自在燃烧诀。繁星剑体内荒力疯狂爆发，气势暴涨，伤势瞬间痊愈，整个人达到巅峰状态。秦元，你等着！他调动荒力注入烽火旗，烽火旗猛然一闪，龙卷风暴火焰席卷而来，繁星剑趁机急速逃跑。燃烧荒丹后，他就是个废人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此刻，洞穴深处传来血魔低沉嘶吼，数十头荒丹境圆满血魔冲了。秦元调动15个小世界星辰之力，天龙戟挥动，将血魔斩杀，收取血魔丹。秦元返回洞穴，穆晚秋见他安然归来，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。金浩岩也完成突破，晋升荒丹境圆满。秦元兄弟，多谢。我们是一个队伍的，不必说这些。这里的灵石矿脉，你们1人1半。穆晚秋和金浩岩一愣，随即点头，将灵石矿脉分好，收进乾坤袋。秦元，你把他们都杀了吗？红油、黄岩和韩玄5人死了，繁星剑施展，大自在燃烧诀逃了。大自在燃烧诀，没错，他很快就会沦为废人，不足为虑。可万一他回到学院，说你杀了红油和韩玄？是啊，学院追究起来，罪责不小。无妨，这个问题我会解决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穆晚秋和金浩眼微着，不明白秦元的底气从何而来。晚秋，你先恢复一下，我们再走。穆晚秋盘坐地上开始恢复，秦元则轻点乾坤袋。他发现韩玄乾坤袋里有一块黑漆漆的物品，点点光芒流转。这个物品感觉像星陨寒铁，炼制灵宝的星陨寒铁。没错，但得破开外层才能确定。秦元手指凝聚劲风，切割黑色覆盖物，露出一块寒气逼人的光芒石头。我靠，还真是星陨寒铁！秦元望着手中的星陨寒铁，心头一喜，这正是修复天龙戟的关键材料。秦元收起星陨寒铁，心头一喜，他将其余战利品交给天域神塔熔炼，黄力涌入体内，点亮了第17个小世界。只要再找到地莲、火晶和血元中石，天龙戟就能恢复为天级灵宝。穆晚秋修炼结束，精神焕发。秦元带着穆晚秋和金浩岩离开洞穴，沿着血仙河继续深入地下世界。3人一路斩杀血魔，一连攻进飞。3天后，穆晚秋能独自应付10头荒丹境圆满血魔，金浩岩则能对付12头。夜幕下，3人盘坐休息，周围满是血魔尸体。再往前就是血魔头领的地盘了。血魔头领比繁星剑还强，灵智极高，懂得用计。来都来了，我决定去闯一闯。穆晚秋和金浩岩惊愕，担忧不已。秦元，你真要去吗？你们留在这附近历练，我一个人去，这样遇到危险也容易脱身。没问题，我们就在这等你，有危险我们也能一起撤退。好的，等我凯旋。秦元身形一动，施展天雷闪，消失在黑暗尽头。穆晚秋和金浩岩也各自在附近历练。5名金阳宗弟子与5头血魔头领激战，为首的张经纬配合队友，迅速斩杀血魔头领，收取血魔丹。血元中石无论如何都要拿到。金阳宗弟子议论水火门于文心可能也在争夺血元中石，张经纬冷哼，带队离开。
金元速度减缓，感应到一头造型镜出气的血魔头，周围还有一群血魔。血魔头领正好试试我的底牌。金元闪身冲上前，天龙戟挥动，瞬间劈死一头血魔。其余血魔怒吼围攻，金元额有余，连斩数头。血魔头领终于出手，拳头如指冲向秦元。有点实力，肉身强度竟然不输造型镜中期。天龙镜拳头对撞，火星四溅。数分钟后，血魔头领脑袋被斩落。秦元收取血魔丹，交给天域神塔熔炼，感受到浓郁荒凉。造型镜血魔丹果然价值巨大。秦元继续前行，遇到2头造型镜初期血魔头领，激战后全部斩杀，收取血魔丹。他不断历练，斩杀血魔头领，点亮第20个小世界，修为即将突破，又能提升修为了。忽然，前方传来强烈气势波动，秦元收敛气息，悄然靠近，躲在隐蔽处观察。一名蓝衣少女挥手间掀起蓝色劲风，血魔纷纷爆裂。少女身材火辣，五官精致，气势逼人。造型镜初期血魔头领被少女劲风轻松斩杀。造型镜中期，他的实力远超同境界，没动用灵宝就能秒杀血魔头领。秦元暗自分析，决定不招惹少女，准备悄然退开。突然，一道蓝色劲风带着庞大压力呼啸而来，完犊子，被发现了！秦元不得不全力应对这道庞大的蓝色劲风。星辰之力，给我上！天龙技劲风正面碰撞，狂暴能量爆发。秦元被震得连退数100米，双手发麻。他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藏藏躲躲做什么？以为我发现不了你吗？这位姑娘，我只是路过，若有打扰，还望见谅。少女身形一闪，瞬间来到秦元面前，速度太快了，幸好她没继续动手。在下确实不是有意打扰，给你道歉了。你是玄元学院的学员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洛凌韵翻手亮出玄元学院身份牌。我也是玄元学院的学员，内院洛凌韵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呀！原来是洛学姐。怎么，你知道我？洛学姐的大名早有耳闻，今日才有幸见面。洛凌韵点头，没再追问。你叫什么？在下秦元，外院学员。外院的，你敢来这里历练，胆量不错。我来长长见识。血魔头领太强，正打算返回外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洛学姐，那我先告辞。来都来了，岂能空手而归？我看你天赋不错，正好带你一起历练。秦元心头一紧，明白洛凌韵是在试探自己，只能顺势答应。那就多谢洛学姐带我历练了。无门之间，不用客气，走吧。洛凌韵迈步在前，速度加快，秦元无奈跟上。两人遇上一群血魔，洛凌韵偏头看向秦元。秦元学弟，这群血魔交给你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生命危险。血魔群中有3头造型镜初期血魔头领，秦元明白洛凌韵在试探自己。好，洛学姐，有劳你照看了。秦元冲入血魔群，天龙技挥动，速度爆发，先解决普通血魔，再对付3头血魔头领。这小子速度和肉身力量都很强，难道修炼了高品级淬体功法？几分钟后，3头血魔头领被秦元斩杀，他收取血魔丹，转身试探洛凌韵。洛学姐，血魔头领的血魔丹给你，我要剩下的血魔丹，可以吗？洛凌韵柳眉微蹙，盯着秦元，似乎在判断他的诚意。这是你辛苦斩杀的成果，我收下反倒显得霸道。不碍事，学姐，这是应该的。你的实力不错，外院学员里能排进前5，你有资格做我的队友。你我一起历练，各自收获自己所得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那就多谢洛学姐。秦元收回血魔丹，心头松了口气。洛学姐，我们还要去更深处历练吗？不错，深处机缘更多，但里面的血魔头领更强，我怕拖后腿。血魔山脉最强不过造型镜圆满，造型镜后期血魔不多，厉害的血魔头领我来对付。秦元暗暗吃惊，洛凌韵底牌不少，来地下世界恐怕另有目的。既然洛学姐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陪你闯上一闯。二人演血邪和深入，秦元猎杀造型镜初期血魔，洛凌韵对付更强血魔，配合默契。夜幕降临，血魔更加活跃，秦元一击斩杀血魔头领，收取血魔丹。秦元学弟，前面就是血邪河最深处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吗？莫非洛学姐是为了里面的宝物？自然不是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冲着这条血邪河而来。洛凌韵收好血魔丹，目光深邃地看向血邪河尽头。怎么，秦元学弟很意外吗？这条血邪河能收走？血邪河无法收走，你应该不知道这里为何会产生这么多邪气吧？然而没有迟疑，继续朝血邪河深处走去。水流声轰鸣，邪气愈发浓郁。秦元运转星辰之力，将邪气隔绝在外。忽然，前方传来剧烈能量波动，不好，是不是有人捷足先登了？不确定，进去看看。两人加快速度，来到血邪河源头。此处，两拨人正在激烈交手，是水火门和金阳宗的人。地上横七竖八躺满血魔尸体，双方见到洛凌韵，神情顿时凝重。金阳宗张新伟和水火门于文兴都认识洛凌韵，心头警惕，但见他只带一人，略感安心。双方低声议论，气氛剑拔弩张。你们不想死的话，便离开这里。空气瞬间凝固，张新伟和于文兴脸色阴沉。洛凌韵，你当这里是玄元学院的地盘吗？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于文兴，这女人太嚣张，不如我们联手。没问题，我们这么多人还怕她不成？两方原本是对手，此刻却达成默契，准备联手对付洛凌韵。你的天才之路今日止步于此了，动手！金阳宗和水火门众人同时杀出，洛凌韵神情淡定，玉手一扬，10道蓝色劲风激射而至。
8名天才弟子被蓝色劲风击飞，口吐鲜血，重伤倒地。张新伟和于文兴勉强抵挡，身形连退，脸色惨白。我靠，一招就重伤8人，这就是碾压！全力出手，好，全力出手！张新伟祭出天级灵宝七星古月刀，七星古月斩7道刀芒浮现半空，寒气逼人。于文兴同样祭出天级灵宝天狼拳头，一拳轰出。2件天级灵宝果然不凡。骆灵运唇角勾起一抹不屑，玉手扬起，蓝色劲气如风暴席卷，不自量力即灭斩。蓝色光芒骤然爆发，瞬间与7道刀芒天狼拳芒碰撞，蓝色光芒所过之处，刀芒拳芒层层破碎，蓝色光芒一闪，直逼张新伟于心。8人被震飞，身上血痕累累。骆姑娘，求你！骆灵运玉手一挥，蓝色劲风破空而出，张新伟瞬间气息断裂，9道蓝色劲风飞出，于文兴等人幸以金属收割。草里面的那位看了这么久还不打算出来，瞬间一道身影从草里闪出，没想到你能发现我，不愧是骆家100年难得一见的天之娇女。一道白袍身影从巨石后缓步走出，手持折扇，气质温文尔雅。白修崖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秦远感受到白修崖身上那股危险气息，这折扇散发的气息绝对也是灵级灵宝。听说血邪河有天邪大阵，我很感兴趣。血邪河内邪气翻涌，又有一批血魔咆哮冲出，白修崖折扇一挥，龙卷风暴席卷而出，瞬间将血魔撕成碎片。果然是灵级灵宝，连造型境血魔都轻松抹杀。怎么，难不成你也想和我争天邪大阵？同为玄元学院学员，外面争宝贝可没规矩。秦远这才明白，白修崖也是玄元学院内院学员。既然如此，让我看看你实力提升了多少。上次外院比试没分胜负，这次正好一较高下。骆灵运偏头提醒秦远，秦远学弟，你自己小心些。蓝光一闪，骆灵运率先出手，直扑白修崖。白修崖脸色收敛，身形化作白光涌上，蓝白2道光芒在半空激烈碰撞，能量波动席卷四周，地面崩裂。秦远被余波震退数十米，不错，这才有点意思。接下来我要认真了。他折扇山峰一面猛然一闪，半空中凭空出现一座数百米高的山峰，镇压而下。骆灵运玉手一扬，玄妙纹路浮现，黑雾升腾。骆学姐又是一件灵级灵宝，这些内院天才果然底蕴深厚。骆灵运操控灵宝，发出叮铃铃的玄妙声响，音波凝聚，化作高速旋转的音波冲向山峰。音波与山峰剧烈碰撞，地动山摇，血邪河水掀起矛盾云般浪花，能量余波席卷，秦远连退千米才稳住身形，血魔被余波震扁，血邪和险些崩塌。白修崖战意高涨，折扇翻转，河流一面扇出，半空中悬现一条河流，水声刺耳，气势惊人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音波灵宝能挡几次我山河扇的攻击。河流携恐怖力量冲向骆灵运，骆灵运的音波化作防御墙，河流冲刷其上，双方力量不断消耗，最终两两消散，谁也没占上风。白修崖身形一动，手握山河扇主动进攻。骆灵运蓝色长剑凝聚，人在半空激烈交战，速度快到肉眼难辨。血邪河水翻涌，血魔未退，变得余波猛杀，战圈渐渐远离血邪河，2人身影消失在秦岩视线中。我靠，他们速度太快了，我根本追不上。他转而看向血邪河，发现血魔是在固定时间才会出现，此刻暂时安全。秦源决定趁机进入血邪河，收取血人中矢。天雷闪施展，秦源化作闪电跃入血邪河。这血邪河下面竟然这么清澈。他下潜至河底，见到一座祭坛，邪气最为浓郁，正是天邪大阵。祭坛周围几块血红色石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血源中矢，他刚靠近，血邪河底部突然暴动，无数血色气泡升腾，迅速凝聚成一头庞大的血红魔头。完蛋了，造气境初期的河灵。血红魔头气息恐怖，秦源施展天雷闪，急速逃离。河灵挥手，血色气泡凝聚成大网，从上方笼罩而下。秦源全力挥出10道技芒，却无济于事。危急时刻，秦源召出天域神塔，顶在头顶，终于将血色大网挡住。河灵见到天域神塔，反而变得兴奋，双手一挥，血邪河水声大作。血色大网死死镇压着秦源和天域神塔，河灵兴奋的靠近，张开血色巨口，欲将秦源和神塔一同吞噬。还没报仇雪恨，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就在此刻，天域神塔剧烈颤抖，一头奇异妖兽从塔内冲出，身形虚幻。妖兽出现瞬间，河灵满脸惊恐，连连后退。妖兽张口一吸，血色大网瞬间被吞噬，紧接着对准河灵，吸力爆发。河灵拼命挣扎，却被妖兽吞入血盆大口，彻底消失。妖兽身形一闪，回到天域神塔内。我靠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？怎么会从天域神塔里出来？危机解除，秦源连忙收回天域神塔，心神沉入虚无空间。一头巨大的妖兽悬浮于空，双眼紧闭。你是谁？妖兽睁开双眼，目视秦源。沉睡了如此之久，终于苏醒了。你会说话？我乃上古异兽鲲鹏，与天域神塔灵性融合，收拾造气境的河灵，轻而易举。口吐人言，是我族天赋。上古异兽鲲鹏这种存在，只在传说里见过。你能得到天域神塔是大机缘，好生修炼星辰无量诀，打开神塔便能获得星辰之主的无上传承。星辰之主就是天域神塔的主人吗？他为何陨落？你现在太弱，直到
道也没用，等你强大了再告诉你。我伤势未愈，需要吞噬大量灵性之物恢复修为。你帮我寻找灵性之物，我助你修炼。灵性之物哪里那么容易找？和灵都被嫌弃灵性太少。黄级灵宝、古级灵宝也行，不一定非得是生物。我靠，你当我是无敌强者啊？灵级灵宝都难得一见，更别说黄级、古级。你太弱了，得快点提升修为。忽然，鲲鹏神色一动，有厉害的人来了，你神识先退出去吧，以后用意念联系我就行。我叫严森。秦元神识退出虚无空间，血邪河水花翻，一道身影急速落来。骆凌云落在秦元身旁，神色关切。秦元学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和白修崖的战斗结束了。怂蛋一个，让他逃了。秦元目光转向血源中时，你去收血源中时，我收天邪大阵。好的，当心妖兽。秦元快步走向血源中时，感受到一股热量，随即收进乾坤袋。骆凌云在祭坛前玉手滑动，蓝色线条交织，屈指一带，蓝线飞入祭坛，祭坛四分五裂，灰尘散开，一个黑色太极光环悬浮半空，邪气弥漫。骆凌云挥手，蓝色光圈套住太极光环，将其收走，天邪大阵消失，血邪河内邪气断绝，血魔不再出现。血魔山脉没了历练价值，其余学员很快会回宗门。走吧，我们也回去。我还有2个朋友在外面等我，得去找他们。好，你们自己小心。二人冲出血邪河，骆凌云身形一动，飞快离去。秦元看向地上的尸体，发现乾坤袋已被收走，心中释然。穆晚秋和金浩言盘坐，望向血邪河。你看血邪河的邪气怎么突然没了？没了邪气，血魔不会再出现。秦元应该快出来了。瞬间一道身影闪电般出现。秦元，你出来了。血魔山脉以后不会再有血魔了，我们走吧。邪气消失是你做的吗？不是我，是骆凌云。骆凌云，你竟然遇到他了。秦元简单讲述了经，三人一同离开地下世界。繁星见狼狈归来，满脸怨恨地向寒风哭诉：“寒风学长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！秦元心狠手辣，害了寒玄学弟他们，我被迫施展燃烧诀才逃了出来。”寒风神情瞬间阴沉，寒气席卷，地面皲裂。你说什么？秦元杀了我弟弟？是啊，我们都求饶了，他还是不放过，残忍痛下杀手。寒风身上气息爆发，造化境出气的威压让房间内温度骤降。秦元，我势必杀你！你们8个人怎么被他打败？他实力远超表面修为，速度极快。肉身力量堪比造型境初期，我怀疑他身上有宝贝，能把灵石矿脉瞬间转化为力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能把收取的灵石矿脉短时间内转化成肉身力量？没错，不然他不可能打败我们。秦元现在还在血魔山脉，我逃回来的时候在，现在不确定。现在马上带我去找他。寒风和繁星剑赶往血魔山脉，途中遇到大批外域学员返回，一打听得知血魔山脉的血魔已消失，看来是血邪河内的天邪大阵被人收走了。秦元猎杀了血魔，肯定会回学院上交血魔丹，我们就在学院等他。寒风带着繁星剑返回学院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去把秦元杀害我弟弟和红油、黄岩他们，还有你被逼施展燃烧诀沦为废人的事情传播开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血海深仇必须报。好的，寒风学长，我这就去宣传。繁星剑离开，消息很快在外院引起轰动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萧星腾和蒲子墨在院中议论秦元的强大和寒风的报复，希望他能在寒风手里活下来吧。秦元、穆晚秋、金浩言3人刚回到学院，立刻成为众人焦点，四周议论声不断。穆晚秋和金浩言神色凝重。繁星剑果然回来了，没事，不用理会。天边传来破空声，寒风和繁星剑飞掠而至，气氛骤然紧张，学员们纷纷围观。快看，是秦元，没想到他还敢回来。秦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，寒风学长有何指教？你竟敢杀我弟弟，好大的狗胆！那寒玄等人也好大的狗胆，敢来杀我，技不如人，被我除掉，罪有应得。众人哗然，没想到秦元敢如此回应。你胡说，我们只是切磋，最后都认输求饶了，你还痛下杀手。穆晚秋和金浩言欲反驳，秦元递眼神示意他们不要插手。既然是切磋，为什么不在学院？你们8人为何要去血魔山脉的地下世界找我？此言一出，不少学员暗暗点头。秦元，你休得狡辩，你杀害我弟弟等人铁证如山，足以当杀。寒风体内爆发出可怕波动，抬手一挥，一道金光直奔秦元。秦元眉头紧锁，心中呼唤严森：“严森，快助我！”一道音波墙壁挡在秦元身前，金光轰然炸开，音波墙壁瞬间被摧毁。危急时刻，一道牵引拉的秦元闪露出去，金光落空，竟然是骆凌云学姐。多谢骆学姐出手相助。骆凌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秦元学弟是我朋友，你要杀他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众学员们议论纷纷，寒风神色阴沉。此人与我有血海深仇，骆凌云，你要维护他我管不着，但我要杀他，现在的你挡不住。寒风气息爆发，骆凌云神色凝重，正面迎上，只见他调动体内荒力，正欲再度出手。好了，寒风，这件事情就此作罢。沙城导师的声音威严震慑全场，寒风体内躁动的气息被强行压下，众人纷纷望向空中。我靠，竟然是沙导师，内院排名第1的导师。沙城踏空而立，气势如山，众人心头一跳。骆凌云见状微松口气，寒风则恭敬行礼。沙导师，秦元残杀同门，性格凶残，若不惩治，学院岂不人人自危？寒风，请你搞清楚，是你们先对秦元下杀手，他只是自保。他让学院损失这么多天才，难道一句自保就能推脱？半年前你在落日森林杀了内院好几个同门，怎么还活得好好的？不该以死谢罪吗？寒风脸
脸色铁青，周围学员议论纷纷，想起韩风往事。你想杀秦源，无非是因为你弟弟韩玄死了，若不是他，你会管这些？韩风阴沉不语。洛凌云转向沙城，沙导师，韩玄他们咎由自取。秦源学弟才荒诞进中期，能有如此表现，所以证明他是个天才。众学员惊讶，没想到秦源修为如此低，却能做到这一步。学员间有冲突可以理解，但不可随意自相残杀。真有化不开的仇怨，上生死台解决。还有1个月外院大比，希望你们好好表现。是的，沙城导师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沙城身形一闪，消失无踪。韩风阴冷地扫了秦源一眼，带着繁星剑离开。秦源心知韩风不会善罢甘休，但在学院内暂时安全。多谢洛学姐帮忙。无碍，此次外院大比上，你要好好表现，只有证明自己，才能得到学院重视。洛凌云说完，转身离去。秦源若有所思，明白自己欠了洛凌云一个大人情。我们走吧。三人离开，围观学员渐渐散去。蒲子墨和萧星腾站在人群中，看来拉拢秦源没戏了。他和洛凌云关系不一般，算了，咱们也得准备外院大比，别丢人。6道身影飞掠而至，3男3女，气势不凡。前面就是玄元学院，我们5个去内院报道，你去外院，到时候再会合。好的，多谢风北皇子。 6人顺利成为学员，重新会合，开始打听消息。秦源，这次你必死无疑。他在外院名气不小，肯定有底牌。我们不能大意，学院内不能动手，只能等他外出。没问题，先摸清学院派系。他得罪了韩风，这对我们有利。洛凌玉也要查查，他和秦源关系不错。方千雪静静听着，心思复杂。 秦源回到院落，心神沉入虚无空间，见到严森。天域神塔的秘密不可泄露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学院内卧虎藏龙，我不能随便出现。刚才若非洛凌运出手，我已经死了。我早察觉到他会出面。你知道洛家和白家吗？有点印象，整体实力和学院差不多。那很强了。你们学院院长是涅槃境。秦源震惊，严森却不以为然。你只管修炼，获得星辰之主传承，日后成就不可限量。还有1个月外院大比，我必须大放光彩。我这就去广场修炼。广场宁荒镇对你没用，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天域神塔的另一边。瞬间，严森带秦源来到虚无空间尽头，一片燃烧着火焰的大海映入眼帘。这叫地狱海，星辰之主当年从地底搬来。你进入海中，让地狱之火灼烧身体，运转星辰无量诀修炼，提升更快。好的，我试试。赶会，你别乱来。目前的你只能在最边缘尝试，我会给你护法，别被烧死了。秦源凝重点头，跟随严森来到地狱海边缘，准备第一次尝试修炼。 严森悬浮在炽热的地狱海上空，秦源全身被荒力包裹，跃入火海边缘。请用荒力护住身体，只能在这片区域试试。秦源点头，荒力如海，刚一落海，炙热高温瞬间包裹全身，汗珠密布，皮肤泛红。快运转星辰无量诀！秦源强忍灼烧，闭目凝神，星辰无量诀迅速运转，地狱之火的能量渗入体内，被转化为磅礴荒力，涌入荒丹，点亮新的小世界。外院大比马上开始，必须抓紧提升实力。时间流逝，外院学员们都在拼命修炼。寒风因秦源闭关无计可施，繁星剑则被家族接走，彻底沦为废人。秦源盘坐火海边缘，星辰无量诀吸收地狱之火，修为突破至荒丹境后期。现在对付造型境中期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对付一般造型境中期没问题，但像洛凌玉那样的天才，你还不是对手。修为越高，底牌越多，越级挑战越来越难，必须更强。所以这次外院大比，我要拿第一。学院里不缺天才，但你现在能适应地狱之火了。我教你收纳一团地狱之火为底牌。我靠，这玩意还能收纳到体内吗？当然可以。一道光芒飞入秦源脑海，信息涌现。这要是成了，威力不比地级上品武学差。秦源来到火海边缘，双手结印，3色光芒凝聚，飞入地狱海，吸出一团地狱之火。3色光芒包覆涌入体内，停在荒丹旁。现在你能随心操控了。秦源摊开手掌，地狱之火浮现掌心，四周温度骤升。这团地狱之火以后还能不断提升威势。没错，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。秦源心生敬佩，退出虚无空间，回到房间。穆晚秋和金浩言早已在一旁等待。看来你们都准备好了。秦源兄，这次外院大比，你肯定要大放异彩，也不能大意。胡子墨和文太和都很强。胡子墨是上届第一，文太和第2，实力都在繁星剑之上。此时一声钟响，穆晚秋望向广场，钟声开始，召集大家去广场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广场人山人海，外院大比盛况空前。秦源3人到来，众人议论纷纷。秦源这次能拿第几？不好说，但我感觉他能进前5。可拉倒吧，胡子墨和文太和可不是吃素的。秦源不为所动，扫视四周，发现不少内院学员也在场。内院学员会来筛选有天赋的外院学员，拉拢壮大派系。顶尖天才只派手下盯着，自己专心修炼。秦源忽然锁定风前6人，双方目光对视，杀意涌动，正好借这次大比解决他们。风北、风月、风前3人目光狠厉，是要杀秦
秦岩夺太子之位。秦岩收回目光，注意到洛灵玉也在场，专注看他表现。一道怨毒目光落在秦岩身上，是韩风在阁楼上盯着他。秦岩对着韩风不屑一笑，广场气氛沸腾，数十万人汇聚，钟声在响，众人安静，目光齐聚高台。沙城导师站在高台，身后是众多知名导师。外院大比是检验你们实力进步的盛事，前10名有丰厚奖励，表现优异也有奖励，规矩你们都懂。沙城挥手，荒力凝聚，数千擂台浮现，左边天荒镜，右边荒丹镜，各自比试。众学员跃上擂台，纷纷叫嚣挑战。外院大比规则是自愿上台，主动挑战，站到最后者才能争夺排名。我们不用急，先观望再上去。你只需守擂，等别人挑战就行。没问题，大家都尽力就好。外院大比正式开始。外院大比激战正酣，学员们纷纷出手，力求一招制胜，争取导师关注。数小时后，荒丹镜擂台上只剩下少数高手。文玉兰登台，对手柯月兰气势汹汹。学妹，请赐教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认输更适合你。柯月兰脸色难看，强行出手，武学轰向文玉兰。文玉兰玉手一挥，轻松化解攻势。柯月兰瞬间被震飞出擂台，众人哗然，议论纷纷。得知文玉兰是大风王朝新来的天才，实力已达荒丹境圆满。文玉兰享受众人瞩目，接连击败11名挑战者，无一例外全部落败。这个文玉兰很厉害啊！我上去会他。手下败将，他就交给我来吧。秦元兄，你要亲自出手。他和我有点私人恩怨。秦岩飞身登台，众人目光齐聚。秦元，你竟敢主动挑战我！你的大比之路到我这里就结束了。你以为我没进步？之前能秒杀你，现在一样可以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我的防御。文玉兰身上金缕圣衣光盾浮现，荒力灌注，气势暴涨。秦元身形一动，天雷闪施展，化作残影。文玉兰全力施展剑，密集剑光封锁前方。秦元双拳轰出，剑雨如纸糊般被撕碎，瞬间逼近文玉兰。接我一拳！拳头轰在金缕圣衣护盾上，沉闷巨响。文玉兰倒飞，摔落擂台外，吐血不止。全场寂静，众人震惊于秦岩的恐怖力量。他身上绝对有奇遇，必须得尽快除掉他。文玉兰爬起，怨恨地看了秦岩一眼，回到风前身边。别气馁，秦元确实有实力。高台上，导师们目光落在秦岩身上，暗自惊叹。一道身影落在秦岩对面，是上届大比第4朱浩南。秦元学弟大名早有耳闻，请赐教。虚名罢了，请赐教。朱浩南身上雾气升腾，整个擂台被浓雾笼罩，暗色圆盘破空下来。秦元感应气息，天龙戟出手，火花四溅。朱浩南操控圆盘不断进攻，秦元游刃有余，挥戟后雾气被剑芒撕裂，朱浩南失去掩护，只能正面对抗。秦元天雷闪展开，瞬间逼近朱浩南，一戟劈下，圆盘被击飞。他的修为又提升了。秦元抬脚一踢，朱浩南倒飞出擂台，稳住身形，抱拳致谢。秦元兄弟多谢留手，承让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，惊叹秦元实力，认为只有朴子墨和文太和能与之一战。我们也上擂台吧。二人各自挑战强敌，苦战后获胜，表现优异。秦元环视擂台，因无人敢挑战，得以优先观战。不远处，朴子墨、文太和所在擂台，学员直接认输。朴子墨、文太和目光投向秦元，气氛暗流涌动，重头戏即将上演。两位，我对第一很感兴趣，不如你们一起出手。秦元话音落下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震惊与不敢置信交织。秦元就要一人同时挑战朴子墨和文太和，这在历届外院大比中从未发生过。这小子胆子不小，有魄力。导师们议论纷纷，普遍认为秦元太过自负。风前等人冷笑，文玉兰则怨毒地盯着秦元。蒲兄，他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就成全他。沙导师这样做合规吗？只要你们都同意，规矩可以破例。秦元，你确定要一人挑战他们？沙导师，我确定。秦元毫不犹豫，气氛瞬间火爆，学员们议论声四起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好小子。你真觉得他能赢？我相信秦元。有点意思，那不如我们赌一场500万灵石如何？没问题，你输定了。两人各自取出乾坤袋，500万灵石作为赌注，旁人震惊于他们的身价。沙城挥手，拧出更大的擂台，秦元率先登台，朴子墨和文太和紧随其后。全场90%学员目光聚焦，气氛紧张，战斗即将爆发。秦元，这一战你就算败了也不亏，至少大家都记住你了。蒲兄还是低调点，别阴沟里翻船。没问题，动手！狂暴荒力爆发，朴子墨与文太和一左一右包围秦元，气势惊人。来吧，让我试试你们的实力。三人同时爆发，能量如龙卷风暴席卷四方。秦元被逼退数十米，但神色依旧淡定。万火神掌，低温火焰手掌凝聚，空气冻结，冰晶碎了。烈焰魔刀，魔蝎火焰长刀出现，中间扭曲，气息森。秦元不再流逝，秦元调动25个小世界星辰之力，天龙指挥出灵力解芒，摧不掉造学。众人震惊，议论纷纷。难道他之前根本没用全力？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。秦元施展天雷化作闪电，瞬间逼近朴子墨和文太和。天龙戟高张，攻势连绵。裴子墨和文太和全力接手，两翼护盾被天龙戟轰出裂痕。
二人被震后，秦元连续进攻，这顿最终爆裂。蒲子墨和文太和脸色凝重，各自取出灵冰原剑和猎魔刀都出来了，秦元要输了。蒲子墨冰原剑寒气逼人，文太和猎魔刀魔气森森，三件灵宝激烈碰撞，金铁声刺耳，3分钟内百次碰撞，秦元不落下风，甚至越战越远。三件灵宝再度对碰，三人各自后退。蒲子墨和文太和脸色愈发凝重，蒲兄不能再藏拙了，好，全力一击解决他。二人气息暴涨，强大荒力席卷全场。我靠，造型镜初期他们都晋升了。场中议论激烈，众人认为秦元再快也难以逆转绝对实力差距。秦元狂妄是要付出代价，让他死得更惨。穆晚秋和金浩言神色凝重，担心秦元能否应对。洛灵院，你的500万灵石快要输给我了。面对局势骤变，洛灵院却不为所动，他始终相信秦元绝不会轻易认输。莫非他还有什么底牌？导师们纷纷叹息，认为秦元已无力回天。蒲子墨和文太和联手，造型镜初期的实力几乎不可匹敌。蒲子墨边缘剑上寒气席卷，凝聚成数10米冰晶神剑；文太和猎魔刀魔气翻腾，化为漆黑魔刀，双重攻势如同灭世风。这般威势，造型镜中期都难以抵挡。秦元却依然镇定自若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现在认输，还能少受些苦。输的未必是我。话音落下，冰晶神剑、7分魔刀同时袭来，全场气氛紧绷到极致。导师欲出手，关键时刻，沙城制止了导师救援的举动，目光灼灼，仿佛也在期待奇迹。秦元收起天龙戟，右手抬起，一团炙热的地狱之火骤然升腾。冰晶神剑、漆黑魔刀在火焰大网下迅速溃散，二人不得不仓皇后退，败出擂台，全场震动，学员哗然。地狱之火，他竟然掌控了传说中的地狱之火！好小子，竟然还有这一手！500万灵石，我收下了。秦元以一己之力力压2位造型镜初期天才，成为外院大比唯一的王者。他的真正底牌终于在众人面前彻底揭晓。秦元收回地狱之火，目光淡然。这一战不仅让所有人记住了秦元的名字，也让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。在轩辕学院的浩瀚天地，属于秦元的传奇才刚刚拉开